怕搞掉，后来就把3个都在一起。好了，我知道你按3个就太大一串了。对，所以有时候 less is more， 不是多就是好。是，适可而止。对，人要适可而止。对，人要适可而止。来，今天帮我们介绍哪一支？来 Quid 的皇家系列。皇家系列哈，就是比一般的系列，就是里面打开是这个透明，然后金色混搭的。这是正常版嘛？好，100 ml 啊，这是正常版。这是它的皇家系列，就75 ml。75 ml。它没有像一般版有50 ml，有100 ml 这种容量。好，它是固定的，只有75 ml。75 ml。那今天这个味道是什么？绝色名伶。绝色名伶。英文就叫做，其实还蛮简单的 ，white flower。就是白花。但是我必须说，这一支真的是我为什么要买这支？对。要讲到我去高雄工作的时候，我带他的试管去，然后一出左营高铁站，我记得我从这里出发的时候大概15度，一走出左营高铁站。33度，33度，落差这么大。对，好，这就是高雄热情的地方。对，然后因为实在是太热了，结果我带去的也就来先介绍一下啊，他的这个是他的创办人跟什么？对，就是他一个说明书了啊，说明书。他好像是一个1760年。但是 Quid 真的要加油了啦，哈，就慢慢后起之秀，那个西杰夫啊、阿莫吉啊，对 ，TT 啊、PDN 啊，然后整个都是一直在后面追赶当中啊，FN 啊，哈。是啊。后有追兵。对，而且追得非常凶，速度又快，是。来，不被淘汰，不被时代淘汰。对。虽然我们知道它有历史的底蕴，但是其实后面的追兵其实追得非常快。是，这个让我常常想到，你看有一些歌手，他们就可以红10年、15年就结束了，然后后期就没有什么好的作品表现，对不对？可是有的歌手可以时间很长，就是老中青三代都认得他。对，你随便举一个例子，你认得谁？老中青三代哦。老中青三代。对啊，都知道。王力宏算不算？王力宏。费玉清就。费玉清。其实周杰伦啊，因为周杰伦后期不太行，真的。还有后期那是好作品。我们还是回到所谓的企业的那个。对，更惨的是那个庾澄庆。庾澄庆。他还是我年轻时的偶像，后期的作品真的是骂到不行，你知道吗？所以对面女孩看过来那个叫什么？任贤齐。任贤齐。那你知道？那你看像谢祖什么？那个谁？谢宇辰。不是了，现在开广告那一个。谢祖武。谢祖武啊。对，谢祖武，他就是50几岁还是不老，他就。你知道这差别在哪边？后来我仔细好好去研究想一想，就是你有没有持续在进步这件事？是，你有没有持续学习？活到老学到老，不断的检视自己。很多人这个仗着自己已经有所成就，然后就停在那里。对，就像你就不是这种，你就会不断的，好不好？因为我昨天正好看，你是一直买到老，那个喷到老这样子。也没有了，我想。会告一段落，只是什么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像我昨天看的一部片子，就是英特尔，对，没有听过哦 ，Intel 啊 ，Intel 我靠腰 ，Intel 讲什么 Intel Intel 为什么会被台积电超赶过？是，对，因为它停留在电脑的时代，对，它还在 enjoy 它的成果，对。但你看微软就不一样喽。今天早上不是传给你这个微软这个印度的。这个纳德拉 CEO 上，其实你有时候都传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当然了，这个就是学习啊。其实在2018年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就非常看好微软会大改变，很可惜没有买它的股票，不然现在从本来50几块，现在已经1800多块了。其实他们的
方式其实都差不多，就是非常非常享受现有的成果，然后忘了继续创新，忘记去改变。对，没有跟上所谓消费者的脉动。对，是。好，没有跟上消费者的脉动。对，所以品牌也是一样。对。那当然，不要检讨别人，我们要检讨自己。我们也是努力求新求变，对不对？是。从这个拍影片15分钟到这个30秒钟，好，然后使用那个 IG， 所以我们也是努力跟上时代。那什么时候抖音呢？抖音啊，抖一抖就是对，抖一抖，抖一抖。这瓶子好看哈。对，然后你看那整个都是哇，比原来的瓶子是好很多啦，比原来的瓶子好很多。你看这个在镜头前就是尊贵感。你知道这个T包其实因为它这个 Creed 的T包其实都没有瓶盖，所以其实。没有瓶盖的时候真的是很便宜，但是你一定要加上这个瓶盖后，哇，这个就价格不菲了，价格不菲了。因为那个喵王就一直笑想这个瓶盖，当然很抱歉，对，这只有买正宝才有。所以瓶盖对香水收藏家还是很重要的。没有，因为你这样至少是你看，你如果是这样放着，对啊，就像身体少了某部分嘛，对啊。对，少戴了一顶帽子这样。对，然后你看它这个瓶身，这有个彩绘玻璃，你看看。对。这种是浮雕的哦。是啊。是浮雕的，不是印上去的。好像镶金镶上去。对。应该是有用金漆啦。我相信它玻璃应该是有做凹的部分，然后再把这一个金漆涂上去，对，镶上去。对，镶上去。真是很用心的。对。那来问问看，来，你在闻这之前是不是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支？为什么想买这一支？那它带来什么样的属性？它是我去高雄的时候，因为真的太热了，然后我那时候我有试管，然后我就随意的就喷了，然后我不想喷太厚重的味道，因为真的太热了。对。就是你知道，竟然发生被人家叫住，然后问我喷什么香水。南部人真的是非常的热情，而且非常的直接。对。他觉得好闻，他就会叫住你。对。那重点是男生叫还是女生叫？这是有差。女生啊。好，女生。对。那可见这个味道是女生喜欢。对。后来我就马上传讯息给喵王，喵王就说：“哇，你们高雄的人都这么的热情。”他就说：“因为这个真的是好感香。”后面我闻了之后，我必须要承认，这一支的白花在我心目中，大概我自己认为，对，是白花的天花板。白花的天花板。白花天花板都端出来了。对。OK， 那你的天花板是1楼还是2楼？天花板也没有，大概是85大楼，好吧，85大楼。OK。好，我们来试试看。那因为这支定价是比原来那个要贵很多，大概如果我们用阿文图斯来说好了。对。这样的话大概是最多是11800了。是。那这个都不二价，75 ml。14800。哇，有感受到它尊严。然后你看到才75 ml 哦，好，统一的规格，来，我们试试看。我买了。好，那可以看。来试一下白花的天花板。对。很清香的。是不是？有这个夏天，如果夏天来喷这一支的话，就是这个台语叫套清凉。你没有那种我们认为的白花会让你晕香的那种，这个不会，完全不会。你闻起来就是非常异常高贵，对，而且所有视觉都是纯白色系的。对。White flower 叫做绝命女灵。绝色女灵。对，绝色女灵。绝色名伶。对。好。绝色名伶。可惜录音不能够涂掉。绝色名伶。对，绝色名伶。我们马上来查一下它的香调。好。那在查的过程当中，豪哥讲一下哈，这一支绝色名伶，你觉得喷它的时候
让你它真的是那种呈现出来那种白花，你知道它是白花，但是完全没有我们正常认为的白花的那种非常非常太浓郁的味道，然后浓到你有点晕掉。是，像我们昨天有一支那个Creed的那个精粹，他们都是说他们不能喷太多下，因为喷超过1下他们就晕掉。但是你觉得这个会晕吗？这个没有，这个只是给你一种真的是男女皆宜高雅的感觉。我初期是有闻到柠檬香带出这个花香，一定，哦，对不对？对，那所以Creed的拿手好戏。OK， 所以出来的时候是有一点阳光清透，然后带一点这个轻盈的感觉，那绝对是夏天合适的。那它的柑橘事实上是带出一点点，那花会比柑橘还多。那再来花呢，就伴随着柠檬香气、柠檬皮的香气一起出来。你看看它的香材是如此的，老实讲是平凡无奇，但是整个调香给你呈现出来的香味，对，那个香气，一切的一切都是这么的恰到好处。好，我们来看一下香调，青苹果啦，柠檬被我说中了，紫罗兰叶，那中调是摩洛哥茉莉、意大利茉莉，哇，加了2种茉莉耶。那还有保加利亚玫瑰、天竺葵，基调是水仙、麝香、檀木。我很少看到水仙是坐在基调里面。对，香菜里面也很少加水仙。对，说实话。对，好，就那一种，你一闻就知道，其实这支香水你绝对不会晕，但是呈现出来那种，应该讲高雅的感觉。有，高雅的感觉，而且最可贵的是什么？就这支绝色名伶是男女皆宜。OK。男人喷的不会太太女性化。对。有没有？给人家是一种清新，很清新，然后一种朝气的。对，有朝气。是有朝气的。就那种文青的那种。年轻跟朝气是不一定相关的。对。也可以老得很有朝气。就你看我们2个喷的时候，暴力之气就下降。是你。暴力之气。我没有什么暴力之气。我有了，我每天上班都很暴力，对啊。好。这个我直接联想到的是公主，就是不管是哪一个富丽堂皇的公主、王妃、皇后，哪个年代的就是那种公主的感觉，就是白白净净，就是英国皇室的感觉的味道。讲话是恰得其分的，对，不多言，但是就是让你展现她的风姿翩翩这样子。对，相当有画面的。因为男的喷完全不娘了，你不要以为这只是白花，所以男的不能喷。所以你就可以想象我在高雄这么热的天气，对，然后因为我走路很快嘛，你也知道，然后一走过去，阵风，对，一阵风拂来，对，就香气整个往后面，然后我走到红绿灯在那边等了，然后竟然后面被人家拍了一下，搭肩就对了，搭肩是没有，稍微拍了一下，对，对，后来就问你说这是哪一支？对 ，OK， 对，好，那你觉得这一支？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我11月出去的，那时候还很热，然后因为那时候还是周年庆，那我就去买了那个我们上次拍的 Byredo 的 Young Rose，然后因为我身上已经喷了这个味道了，对，我们知道那个 Byredo 是10%代理的，是，整个专柜的都跑来闻，都说怎么会有这么好闻的香水？他们承认，这可能他们觉得这是他们从来没有闻过的味道。你说 Byredo 的柜姐？对，10%的柜子，虽然10%有很多嘛，有雷拉伯，有 Byredo，有 Diptyque， 对不对？有那个，对，是，对，这个是他们没有闻过的那种英式的优雅的香水。是，哇，讲到连那个洋芋片都跳，对，你看有多震撼？有震撼。对，所以连他们这个天天的柜姐都说这个好好很赞，对，很赞。好，所以出了百货公司之后，要准备回酒店的时候，我的酒店是指
那个我住的旅馆， OK 好吧？对，好，不要又误会了，又要那个借机发作，对。想那个自己一直在那边提。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正好在，因为我要走到顺向去叫计程车的时候，就被人家叫住。OK， 对，好，所以你看，可能我们有好几百支香水，是真正能被人家叫住的到底有几支？看来你很 enjoy 在那个画面感当中，对，这一生难得，可能没有办法被叫个2次，但这个通常被叫说先生，对不起，你那个车子挡住我的，对，违停了，请赶快移走，对。好，那你觉得这一支会用在什么场合？以女生来说，好了，女生。我觉得1年4季都可以用。嗯，我觉得1年4季。那上班呢？还是？这个上班真的是太高雅了。Okay. 上班太高雅，就算你，也许有一点点，平常用之前词不是修饰的这么好，但这一喷这个马上替你的气质加了30分。30分太少了，50分了，50分了。这么强？对，50分了。好，所以上班那约会呢？约会适不适合？哇塞，这约会还得了？这约会可能就扑倒香了。这直接扑倒啊！直接扑倒。这个跟娇兰高定的倾心之子，简直是不分轩轾的味道。有得比哦。真的有得比。对，但倾心之子因为我已经闻过后调了嘛，所以我可以非常确定，那绝对是扑倒香。那这个Creed的角色命令，我觉得需要等他一下，才有办法做客观的，对，说出来。你看角色名伶对上倾心之子，这两个都是登峰造极之作。这两个就是要做相扑了。对，相扑哦，互相都是好啦，就算是相扑也是横纲等级了，好不好？横纲等级的。OK， 那女生刚刚我们讲女生用，对不对？那男生你觉得男生用在什么时候可以赢得好感？我觉得上班工作1年4季，他都可以，因为Creed很少有季节的分别了。对啊，因为它大部分都是用清新的柑橘去做一个开头。是。你也可以说那是它的汤底。但是它就是让你会有一个容易接受的一个前味，就是没有人会讨厌的前味。那它的功力就是第一个是当然就是这个品牌的用料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高级。2就是它的调香的手法真的是已经到了，我只能说真的是天作了，是天作，对啊，神作到神作，天作神作，的等级了啦。对你边讲过程，我自己也在想，男生穿这个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你觉得这个约会或者是休闲的时候，穿这一支，绝对会赢得好感。但是这个比那个倾心之子要再贵很多啊。是哦。对。要再贵很多。反正我们介绍香调。对，那贵不贵？这个各自盘算。对，好不好？好，那再拿出来一下，我们第一段前调先做个。然后这边有一个金牌，就是 Creed 它应该是品管的那个，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有字，来给大家念一下。什么？我看一下，这反光啊，看不见啊。但后面是不是有字？这个对。念那么久，到底是看有没有？对啊。可是我一直在反光啊。你一直在反光啊？对，我等一下给它暗一点之后，我再回来跟大家讲后面字写什么，好不好？对，这个金牌上面要跟大家诉说的是什么？这个金牌一直在镜头这么亮。对，好不好？我待会暗一点再跟大家讲。好，来，这一样3只鸵鸟毛的皇家标志是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就御用 ，OK， 才是这里也有。对，好，这个银白色配起来配金色也很好看。对，那因为整个不管从外观啊到香气，收藏都是非常的，跟这个一般的比起来，赞，就更显尊贵了。是啊，跟这一般比起来更显尊贵。好，那待会再回来咯。没问题。现在已经20分了。对，难得我们讲这么久哈，很少一支香水这样讲。前面都在鬼扯。对，好，拜拜。角色名伶，来，刚才那个金牌已经翻译出来，请老板说一下。好，我刚那个
灯光昏暗，脱下了眼镜。老花就老花，对啊，老花就老花，这叫真是。Gold with 10 carats fine gold， 就是意思是它的纯金度，如果是24K 的话，它是10克拉，就是10K 啦，10K 金，所以纯金度应该是41了，我知道。41点多了。K 金，K 金，K 金，所以这整瓶的 K 金是，就是你11点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把它拿去熔掉，对对对。因为它可能贵在这个金呐。哦，对对对对。哦，你不要小看 K 金哦，它去做这个溶解，还是可以有一点价值。是。好，那我们来讲一下这一支的后调。我只要你跟我讲，因为我已经喷过了，这是不是白花的天花板？哇，这个目前闻到白花，要么不是就是会晕，那要么就是蛮盛大的，就是一定要让他知道我就是很花。但我觉得气场强大，我觉得它反而是要呈现的是一种纯白素雅的感觉，就是我跟你们与众不同，比起所有的花，它是花中之花，就是与众不同，可是又不会强烈的扑向你的鼻腔。我觉得它要给人家呈现的感觉就是让你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你。是。所有的画面视觉都是纯白色系。那我现在在后调其实闻到了一些我知道你很喜欢那支茶园的香气，我闻到了有一些在茶园里面的感觉，它已经从花转到了淡淡的茶香。我不晓得你身上的变化是什么，但是我已经感觉到，就是坐下来在草原，因为你知道这种茉莉花茶，对这种古堡，哦，英式古堡、英式下午茶，英式下午茶就是分3层嘛，对不对？哎，有些这个蛋糕糕点啊，然后再配一杯英式的茉莉花茶，我觉得就是这个感觉，很美。很美，换你说。来，第一个就是那个时候我必须要说，就是这个皇家系列它的持香度可能会比它原版的要稍微差一点点。这个我老实说。但是如果以持香时间来说，这个是有办法克服的。我们就有那个古怪分子001，对，古怪分子01，可以去做一个放大，做一个增强，做一个延长。对，好，因为这个是那你知道后面那一排那个什么香水图书馆？你说这个？对，这一个是那个威尼斯商人的系列。那事实上每一款都是一个香材的调性，好，例如茉莉就是茉莉，例如茶就是茶，好，麝香就是麝香。那这个系列完全都是给你做打底的。假如你特别喜欢什么用做基底，这个也是如同你刚刚讲的古怪分子001、002可以扩大的这个做打底的好系列。我们顺便推一下你后面那一台红色。好，那再回头讲这一支。所以以这个白花调来讲，我一个其实是喜欢木质的，我直接就评分好了。是，我给他10，我真的不知道要给他几分，我给他15分好，如果满分10分，对。是，对。你给他15分了。我给他15分，对。好啊。我直接给他15分。里面有5分是因为他后面被人家排肩搭讪了，问了一下这个味道。你要这么说，我也承认。好，你要这么说，我也承认。好，那我来闻这个花香的话，我给他12分。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没有这个问题。对。好，那我会给他12分，为什么？因为它就是我刚刚表达的，它是花，它是等于是花香调，但是它不会让人家觉得一直往你鼻腔里灌，或者是太过 over 了。对，很多花其实表达会有点过于 over。对，但这一支是让你来找它，就是淡淡优雅的存在在那边。而且这一支特别适合亚洲人的低调严谨的个性。是，你讲低调其实都没有人太想相信。对，这个真的是低调，这个真的是低调，好吧？它呈现出来的白花香真的是低调。好 ，OK， 好，那这一支绝色名伶，做个结尾，你会一句话形容它？就是
白花的天花板， OK，真的是已经到天花板了。对，好，很好。大概再也找不出，至少我个人再也找不出白花系比它更优雅的是感觉。好，更好，优雅。讲的真好，一句话就这么简单。待会我把它纳入我们的30秒。好，好，那我们这一支决胜名领介绍给你，下一次见哦。拜拜。10K 金的哦。好，好，拜拜，满分是24K 金，拜拜。拜拜。